Hello，大家好，我是瑞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今天的主题呢是有关情感关系的，和他的下一步未来会怎样发展。好，那今天呢，适逢我们2月14号情人节，所以有开这个样子的主题。那能量已经为你们抽好了。那从左至右呢，是我们的第一组、第二组跟第三组。那如果选好牌的朋友呢，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解牌环节咯。Hello，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好。情人节快乐哦！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其实是不限时间，那什么时候进来看都还算是未来3个月都是有效的哦。那我们看到这一张呢，是我们的圣杯6，是不是很可爱啊？有大猫跟小猫，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都是塞在自己的碗里面了。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就是这副牌组的整体的能量，先抽一下牌来看一下我们这副牌组的朋友呢的能量是什么。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能量，最近情感关系的能量是什么？第一副牌组的情感关系的能量是什么呢？好，第一副主牌的朋友呢，在过去的能量体现啊，其实看到你们曾经因为某些事件啊，让你们在情感关系已经呃处于也许是单身一段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有断联的情形哦，嗯嗯，比较多单身的，本身是单身的这种状况，对，然后你们之前的情感关系呢，比较是蛮多那种意见上面的不合，所以让你们呈现需要好好沉思啊，去思考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是什么。那嗯，对，你们会去想要的情感价值，目前你们已经有有所领悟了，有所沉淀了。你们知道这些状态，然后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情感。所以呢，其实我有看到，你们周遭还是有桃花的，或者是说你们有吸引一些人进入你们生活，只是你目前还是坐在自己的王位，还没有想说，哎，是不是真的要接受别人，或者是真的要去迎接一份新的关系。你们在此是因为过往的经历的关系，所以自己内心还在一些挣扎，慢慢的理顺来了。你们的心情啊，是有一些思维在里面流动的啦，然后有在想说，就是有犹豫，但是又其实心里是有那一股热情的，对。那我们继续看一下近期的这种能量哦。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情感的新的发展会是什么？我们圣杯骑士，
好，我们圣杯3，新的情感发展会是什么？好，我们第一副牌组，新的情感发展会是什么 ？OK， 好的，在刚才的过去的能量里面啊，有看到说，蛮多能量的耶。好，有部分的朋友目前是单身，然后在未来呢，很快就可以迎接到自己一个新的情感关系哦。然后其实你们也是把自己的好还有喜悦可以带给别人的。对，这是部分朋友。那还有到部分朋友，就是可能在情感关系受挫的这种层面呢，你们会重新拔除掉自己可能内心呃累积已久的伤害，整理出来之后，你们会在这样子的情感关系里面呢，去回顾部分朋友，少部分朋友会去再跟前任联络，少部分的朋友啊，然后可是目前这样子看来啊，就是你们把自己其实已经调理得很好了，所以有感觉到未来的日子啊，你们会很清楚自己。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们很清楚自己的情感想要能满足到自己的点在哪里，你们是很清楚的。然后你们希望就是这样子的情感关系不要再是过往那种很沉重的能量，你们希望是那种以那种轻盈的想法，或者是可以彼此都能提升的状态，然后去面对这一段感情的哦。好，是在这一个牌组里面有看到的能量。对，不管你现在身处于什么关系，你在里面都会是还蛮享受在其中的状态。你会想要用一种跟以前不同以往的想法来去灌溉新的恋情，或者是新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是很成熟的耶，相对成熟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雷诺曼牌卡，给到我们第一副牌组。情感的发展哦，好哦，在第一副牌组的能量看到哦，就是你们是那一种宁缺毋滥的人呢，就是希望要的那种爱情啊，是否比较精神或者更为契合的能量来去做一种吸引另外一半的想法，就是在未来会有一些可能聚会啊，或者是很就是社交的场合，让你可以去认识到新人、新的桃花，然后或者是说，你会借由朋友的介绍，然后认识到新的对象，这样子。有某些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是审视好自己的情感，然后去才做一个新的迎接的这种状况哦。对，你们会
决定好自己的状态，然后才去迎接一个属于你们的恋情哦。这副牌组的朋友比较都算是迎接新恋情的这种状况。好，还有一个讯息是说，你们是一个蛮长情的人，就是蛮念旧的人，然后所以基本上你们的情感关系，喜欢上的对象能被你们喜欢上的对象都是很荣幸的，因为你们想要交往的感情都会是比较长久来去思考的，然后你们也是很长情的人哦，所以才会有一个能量是在给说渴望不了前任的这一块，或者是有断联情形的，或者是暧昧的情形们，其实还是会想要去经营它。对，然后会有一些念念不忘的状态。那某部分的朋友，你们会去切断，做好这个决定，然后毅然决然的去找新的恋情了。可能就是跟过往的这个过去回忆做一个告别，沉淀完，然后直接离开了。对，你们真的放下，拔除心中的刺了。这是给到部分的朋友。对，有些朋友是单身，有些朋友可能是挥别掉过去的恋情，然后迎接到新的关系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请问宇宙给到我们第一副牌组情感的发展，他和他之间的下一步。好哦，好，我们看到西比拉占卜哦。好，你们在过去其实身边一直都还是有新的可以交往的对象，对，但是其实你们有部分朋友是蛮传统的，然后不会就是因为你们想追求的是那种长久的恋情。对，那我在这样子的牌组里面呢，看到这个能量是未来你们很有机会，就是跟一个新的对象，然后可以有交往的机会。那这个交往机会呢是很和谐的，你们或许是从一个聚会啊，朋友的聚会，或者是说社交的场合相遇的，然后你们很和气，然后有爱神的这种新的恋情呢，就会射向你们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梅花一哦，它也象征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建立。对，所以这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就是在以往的，就是可能没有很放在心上的一些关系啊，或许新的能量就要开始进入到你们的身上了。对，然后所以会挥别蛮多以前过去的一些沉重的感觉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卡哦。下一张卡是我们的 Sowilo 这符文的牌卡，那它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我们看到 Sowilo 这一张牌卡，这是一张符文的牌卡。那我们会有看到，就是这是它的符文的图案哦。那我们会看到，就是一个兔子，然后迎向阳光，还拿着向日葵。那它的意思呢，其实是代表说这张
这一张符文，卢恩符文呢，它本身意思就是有光、能量，还有太阳的意义。然后，所以是说，其实你的身体、你的喜悦和成功都是属于你的，其中也包括幸运和繁荣。所以你可能需要更加的敞开心扉，清除内在的阴影，让更多光进入你的体验之中哦。所以这在讲感情上面呢，其实是说，如果你愿意让更多的光来去驱散你心中曾经的阴暗的话，你随时都可以迎来你的喜悦哦。然后，抽到这张牌卡也是表示说，你可以利用太阳的能量照亮你的道路，达到你的目标。然后，也不用把它其实还有一个意义是说，不用把事情过度的放大，因为实际的情况可能并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因为有部分朋友可能因为过往的一些回忆啊，让你们开始驻足不前，有点担心，新的情感关系会是如何啦？对，所以在这边呢，宇宙是想鼓励这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拥有是照亮自己前路的能力，而且你们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群人哦，所以可以好好的就是驱散自己可能曾经的过往，好好的迎接新的恋情、新的可能。接下来是我们这一张牌卡 ，Be present. You will attract love by enjoying your life as it is, wherever you are. Be all there. 无论你身在何处，享受原本的生活，你都会吸引爱情。真的耶，很符合这一副牌卡的能量。就是说，其实以往啊，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可能过去的这些状况，是时候让自己可以迎接新的爱情的可能了。那你们会吸引来很不错的爱情生活。接下来是 Passion 这张牌卡，热情。目前一种吸引力和诱人的品质围绕着你，好好享受哦。所以其实这也在预告着第一副牌组的人很快就有新的对象在你周围，哎，或者是说，对，就是你愿不愿意？其实你应该是说这一副牌组呢，宇宙是要跟你说，你会遇到一个你觉得很契合的人，然后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好好的把自己的那个光彩让他去感觉到，然后不要太过的，就是你们适合慢慢的，不要太过的冲动，然后彼此用一种很和谐的方式啊，慢慢进入在就是跟他的生活，最后你们会。很顺利的交往哦，所以这副牌组呢，就是给到你们是在说，你们即将会有新的桃花、新的人进入到你们的恋爱的情感生活、情感关系哦。好，那我们还要好，那我们再来算一下易经好了。有什么要提点到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在这样子情感关系的发展，有什么要提点到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好，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卦象是我们的坎为水第四卦哦。好，那第四卦的主要含义呢是，只要你心中虔诚，即使祭品虽然微薄，你还是会得到神的庇佑，因为你心中是虔诚的。所以心怀诚信的人最终不会有灾难，反而会得到好处。那这个意思是说，
你与人之间的相处，你已经拿到很好的方式了，你已经找到一个最佳的方式，所以你并不用太过担心哦。然后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相处，最终你这一段感情呢会是很顺利的。然后他跟你之间的契合也会受到你的因为你是一个既体贴又很有热情的人，他会被你的很多优秀的品质给吸引，所以你不用太过担心哦。就是种种的讯息都是在说，你已经在过往的一些情感变得更加成熟，而且了解到很多有关自己想要的状态，你也调整沉淀了很多了，所以你可以大胆的勇敢去迎接自己的爱情哦。好，那这就是我第一副牌组给到的讯息。那谢谢大家。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请帮我点阅、按赞以及分享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啊。今天是情人节的特辑，但没有关系啊。这一部影片呢，其实没有在限定什么时间看，希望能给予你们一个合适的解读哦。我们抽到的是我们的宝剑国王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副牌组的朋友的整体能量。好，我们看到第二副牌组的整体能量哦，在第二副牌组呢的一个讯息是来自于说，在这段关系啊，已经让你们有一点久了，就是你们情感呢是有一定基础的，然后在其中呢，你们都想要让这个情感关系更加的稳固。可是我们有看到好多大牌哦，就是我们第一张节制，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力量牌，再加上我们的国王牌、皇帝牌，好，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权杖四，两个四在这边，这边有感觉到很稳固的这种情形。再加上我们的钱币国王，都是象征着你们的感情其实是很扎实的。可是，在这样的扎实里面呢，还是有很多你们想要更推动一些很稳固的点在里面，就是你们会想要好上加好的感觉。然后所以比较多，可能有摩羯的土象星座，有摩羯、处女、金牛的朋友会看到这一组哦。然后还有牡羊座、狮子座，对，然后还有巨蟹，对，好，对，然后所以你们的情感状态其实还算不错，只是好像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之中付出和想要之间的平衡，你们有在思考，你们有想说自己可能想象中的像家一样的品质到底是如何，然后是不是你在控制之下，是不是在掌握之中，就是好多的讯息啊，都是在讲说我是否有掌握住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所以才会有一种感觉是说，你们就是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很想要在情感关系是一个好上加好，或者是这段关系可以怎样子？也许在里面有一些要求是你在显化的时候也被要求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对方也希望你怎样，你也希望对方怎样，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抗衡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你们都是想要为了彼此更好才在一起的哦，所以我觉得也很有爱的感觉，大家都是为了未来在做考虑和衡量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副牌组，就是你和他之间未来的发展。关系的发展，你和他之间的下一步会是如何呢？好，好，好，在这里的牌面看到啊，其实，就好比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们之间啊，会有太多还在思考的状态。其实你们的就是基底已经很好了，你们的地基很稳固，只是在这样子不停的加砖盖房的途中呢，其实是让你们都感觉到很疲惫的，甚至会想说是不是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平衡。你们会为了这段感情付出很多努力和耐心，甚至行动。对，你们会为了这个爱付出很多，所以在这样子的牌面上面看来呢，宇宙会想要提点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多需要掌控的地方，你们需要有一点放手，然后真的去影响你们自己希望的样貌。对，你们在这一段感情，可能想要 A，又想要 B，又想要 C，又想要 D，就是可能在里面加注了太多权杖啊。在我们看到我们第一张牌权杖9，你们加注了太多的想要的东西，让自己承担很多。那这想要的东西呢，也许还不是自己想要，而是你在思考对方是不是希望你这样，然后你担了很多，不是你应该要担起来的责任啊，或者是困难，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好好去思考以及平衡的。那左右我们最右边这一张牌呢，是我们的钱币2逆位，所以左边是权杖9，右边是钱币2的逆位，所以都这样子的迹象呢，是让我会感觉到说，有些责任，有些困难，它好像没有让你感觉到平衡。那你是不是要去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因为你很愿意去执行，所以像我们有抽到权杖1，然后所以你们是很愿意为情感关系去做很多行动的。那从之前的牌卡也看得出来，就是你们很愿意去为他人做付出，还有努力。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我们雷诺曼牌卡给的讯息哦，未来这一段关系的走向运势会如何呢？好，我们看到雷诺曼牌卡呢，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星星牌哦。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感觉到这副牌组的朋友很在这段感情里面是看得到自己的价值，或者是
期待这个感情它的愿景在哪里。所以在不久的未来呢，会有一个好消息出现哦。然后其实你们的感情也会还蛮稳固的。然后怎么说呢？只是要释放掉自己某些压力和状况，还有一些坏习惯，或者是坏的一些想法。对，这是你们自己要慢慢去调整的。那宇宙在这边会是想要鼓励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享受这种玩乐的感觉。其实，在一开始我们指示牌啊，就有给予一些讯息了。这只猫咪其实没有真的想要去逗弄那些蝴蝶，其实它是相对稳重的，不是吗？虽然它是一个宝剑国王，可是它其实还是没有起身去真的去做出某些行动。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在这段感情里面啊，可以开始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和能量，让你们可以从中感觉到更为轻盈的能量。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好，那接着我们抽到的是这张牌哦。好，这张牌是我们的贝卡纳。好，贝卡纳呢是非常正向的符文哦，象征新的开始，带有就是小孩诞生啊、婚礼啊，或是快乐的家庭场合。对，这是这个符文对尝试怀孕的女性啊是非常好的预兆哦。好，那我们会看到这有一只兔子呢，从复活节的彩蛋这样子跳出来哦，所以也象征就是新的生命啊，然后新的喜悦会来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生活。然后这种感觉呢，是一种非常新鲜的年轻的能量，所以也在告诉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就是可以开始一些重新把这个情感灌入新的意义，重新更新你们之间的感情。无论你是在这一段感情里面是否已经忍耐很久了，那你可以再去思考，你的春天可以重新绽放，温暖和光明会再度的出现。好，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它还有一个意义是说，你是否有将你自己的能量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接受别人爱的关怀。这张牌还有在建议第二副牌组保持心胸开放，重新检视行为背后的动机，然后把一些精神啊精力放在新的可能性，而不是让你一直关注在无法改变的事，阻挡新的可能。好，这是给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哦。那接下来我们下一张是Beware of codependency. Addictive behaviors are affecting your romantic life. Beware of codependency 就是说小心相互依赖。小心这种感觉是什么呢？成瘾的行为正在影响你的浪漫生活。那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雷诺曼牌卡有一个就是扫帚的图案嘛，它其实也是在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戒断某些你的成瘾的行为，或者是要戒掉某些习惯。好，那这张牌呢，是在给予到部分的朋友是说，你们可能在情感关系之中已经陷入了某种循环了，让你们感觉到疲惫，所以一直在给新的讯息，一直在重复给到一个讯息，是说重新的解读，重新的灌溉新的能量到你们的情感关系里面，然后可能要戒掉某些习惯，那你们那些习惯可能是会让整段关系开始变得沉重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我们交往很久嘛，情感到后来的时候都会成为一个家人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会太习惯，而少了一些激情。那你们可能就是要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呢，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创意、新的可能性，然后知道自己在这段关系能给予到彼此是什么，然后他能给予你什么，然后是否有太多的掌控在里面了。好，接下来下一章是 forgiveness 宽恕。Stop focusing your energy on past events, for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waste. 停止集中精神在过往的事件当中，因为生命太宝贵了，不能这样子去浪费。You create your reality by what you think, dream and imagine. 你创造你的现实，透过你的想法、梦想和想象。你可以创造你现实的状态，你是显化师。所以在第二副牌组就是宇宙在这边是要告诉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是说，你们可能会一直在集中自己，就是集中在你想要去看到蛮沉重的点的，或者是过往的一些事情。毕竟你们是可能感情的状况已经很长久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当中，当然会有一些难以去调和的部分，是你不让他走的。那这样子的状态也是想要去提点你，适时的放这样子的想法离开了，然后去宽恕、去原谅过往的这些事情，因为你没有必要带着这些沉重的能量继续在你的情感生活中体现出来，因为你是你自己的显化师，生命太宝贵了，不能浪费。你可以创造你的现实，因为只要透过你的想象，你就能成真。所以其实这是鼓励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成为你们自己生命的主人哦。现在其实现在这一段情感关系其实是很好的，对，虽然你们有想要去达成的一些想法，那可以再去思考如何更有爱的眼光来去看待整件事情。因为双方都是想要让这段情感更稳固的，可是你们已经很稳固了，所以适时的释放掉某些太沉重的能量。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易经有什么提点给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哦。好，我们抽到的是乾为天的第四爻哦。那这个卦象呢，其实是在说，有时候我们要视情况来去前进，根据形势的需要前进，就不会有错误哦。那这在象征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常常会想要是做一个绝佳或者是最正确的决定。那其实没有最正确的决定，这种不确定常常要配合的。我们在感情之中是彼此的配合，然后去做一些决策，这反而是正确的表现。所以并没有说很怎样子做是最合适的。那可是因为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很想要那种稳定的感觉，那其实在这里呢，我感受到一个讯息是，宇宙希望你们放下这种追求感、掌控感，然后去相信自己已经是一个掌控有度的人了。对，你们怎么做，只要释放一点点这种掌控的感觉，你们依然是可以掌控大局的人。然后反而是因为你们把一些过多的掌控放下来之后呢，你们的行为就会更符合柔软，或者是更有爱的体现，或者是说整个关系会因为你们的
能量流动，让这个能量注入新的生命、新的能量。好，那第四爻易经的第四爻，它主要是说或跃在渊无咎，就是说你是要跳还是飞起来都没有问题的，只是很多人想要去采取可能用飞翔的方式啊，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有时候跳或者是飞都是需要一些积累的能量在那边。对，所以在这一卦呢是比较在给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是说，你们其实是能分辨什么时候可以飞翔，什么时候是需要跳跃的。OK，好，那这就是给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哦。那希望今天的讯息给你们都是有帮助的。如果喜欢我今天的解读呢，也欢迎你们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和他之间的下一步会是如何，然后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呢？那我们迎来我们的2月14号情人节，所以有开启这样子的主题。不过你什么时候打开这个影片都是 OK 的，这没有限时间。那希望今天的解读都有帮助到大家哦。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权杖五。然后两只猫咪再去玩，可能他们的老鼠啊、逗猫棒有5只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放到旁边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整体的能量是如何哦。OK，我们抽到第一张牌是我们的钱币侍者，第二张牌是正义牌，第三张牌是我们的世界，第四张牌是我们的宝剑2，第四张牌是我们的女祭司。好，在这样子的情感关系当中呢，我有感觉到，2的能量很多耶，就是你们在。给到某些朋友的讯息是说，你们在做一些抉择，你们在跟什么做抉择呢？好像是跟对和错、是与非之类型去做一些评断，然后你们其实是想要跳脱这样子的纠葛出来的，然后希望能给予到很好的一个价值给。是可以让自己的心可以好过一点的那种感觉哦。对，因为好多恶的能量让你们在那里面纠葛很久，然后，还有部分就是，传统的一些价值观吧，或者是说你本身的价值观，你在里面是还在思考当中的，因为你就觉得，有一些挣扎在里面，无法去确定到底要不要离开或者是留下来。对，因为里面有一些讯息是在说，你的情感关系也有给你很好的感受，曾经有给你很好的感受，但是他
他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那你跟他之间的下一步未来的发展是如何？好，我们抽到了宝剑4、宝剑3、死神的正位，还有圣杯8和命运之轮哦。这一段关系让你感觉到很伤心啊，你伤心到要休整一段时间才可以去做一些决断，但你有思考是不是真的要离开了。在这样子的牌面看来呢，其实有一个讯息要给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哦，是说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其实让你真的成长很多。然后，无论是经历了这么大的冲击，或者是说你要做出一些决定，你其实始终都是用很有爱的眼光来去看整件事情的，所以你才那么伤心哦，或者是说你才难以去做下一步的决定。那这一件事情，它在这样子的途中还要再循环一阵子，对。然后，你是想要让整件事情过去的。这件事情过去，不代表说是你要跟他分手，或者是你要跟他在一起。你想要让这件事件过去，往新的未来前进，就是只是说你现在有受伤，然后还需要一些时间，让你可以顺从你的直觉，得到一个解脱啊，就是脱离整件事情的伤痕。你在这次的事件会迎来你的重生，你是可以让这件事情过去的。对，只是给到部分朋友，我有感觉到这件事情还在经历，有些朋友还在经历这件事，那有些朋友呢，他已经经历完他的沉淀了，他已经慢慢拔出自己内心的伤口了，他慢慢迎接来自己可能要往未来方向前进了，他想要重生了，这是有给到部分朋友已经过往这件事情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要准备重生的阶段。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雷诺曼牌卡哦，看一下未来这副牌组的这个运势，你跟他之间的下一步，未来关系的运势会如何？好，好，有部分的讯息是说，有跟小朋友有关，对，这是给到部分朋友。那，什么意思呢？这个部分讯息是在说，有部分朋友本身可能，
有家庭了，然后可能在这段关系没办法说离开就离开，也是因为有小孩子的关系。然后那这个运势是在于说未来会有很多资源流向你哦，这好像或者是说好消息会给到你，对，然后呢你会获得一个人的帮助，会遇到贵人的帮助，然后或者是说，也许是家庭成员来协助你。对，那情感关系的走向哦，情感关系的走向，给到部分朋友是在说，整件事件也会有好消息来临，然后你也会从中重新审视整件事情的状态，然后会以比较可能更年轻的方式吗？然后去看待整件事。当你们放手一些事情了之后呢，会有好的人事物回归到你们的生活之中。好，所以你跟他之间的下一步，其实目前还在，就是时间之轮还在走。他还没有真的定位出你们最后的结局如何哦。那希望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都以可能更正面的能量来去，或者是说更积极的想法啊，来去迎接新的生活。那未来其实是还不错，都会有一些好的讯息给到你们。对，然后这也是一个运势还在跌宕起伏的状态。那我们看一下西比拉，我们看一下你们最近的运势如何哦。给到第三副牌组，就是他跟他情感关系未来的发展，下一步会如何？好，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再结合刚刚的牌组讯息，然后再加上西比拉占卜的话，我有感受到，也是给到部分朋友的讯息，是有部分朋友呢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会有一些抉择在里面，然后想要去得到一个真的能就是跳脱出来的机会，或是心情，或者是能量。那在过往呢，会有看到有小人的状态，让你们感觉到被损失，然后你们面临的这种损失，其实是常常会回顾，因为是在情感关系之中让你们有损失的情形，所以让你们没办法真的把这样子的线理得很清晰，所以你们常常会在里面思考很久。像这一张跟宝剑二跟我们的黑桃九这一张，都有一个这件事情其实让你们思考或者是沉溺很久的情形。那可是，在这样子的运势里面呢，你们是可以用新的方式来去看整件事的，然后周围也是会有很多支持你的朋友在你周围，或者是让你感觉到很舒适、很舒服的状态。那一切呢？一切可能你觉得公正不公正的这件事情，出现了我们的黑桃13。好，黑桃13在这边呢是在讲说，一切善与恶，老天爷都会去做一个评断。对，你曾经有感觉到那个对错啊，还有那种就是二元对立的那种思维，这也是要给予你真的能跳脱出来的机会，因为能跳脱出二元思维的这种状态，你的灵性的
灵性的能力啊，或者是说你的灵性才会提升哦。因为我们在三维的世界当中，就是常常脱离不了这种对立的思维。对，那你可能本身你自己的课题，因为我们抽到黑桃13本身是带有业力的一些状态在里面的。对，那本身这件事情，过去的我们就接受了，他曾经或者是有人让你损失，让你觉得不公平的情况，你是可以往前走的。那不要担心，就是上天会去做一个评断。其实这两张是能量是很像的牌哦，他们是一个很评断，因为3张都是有一种去做一个评断，然后为你出口气的一张牌，或者是说你属于你的公正即将要到来了。不要太担心哦，就是说你可以放下这一切的事情，因为我们来地球就是要体验嘛。那你可以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呢，去把你的业力去化解，然后真正迎接你自己美好的生活。然后你周围呢，其实都有一群很爱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在你周围，所以他们是理解你的。而且这也是我们最幸运的点，所以我们可以用很有爱的方式来去看待我们周围的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卢恩符文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卢恩符文是 It was。好 ，It was 呢，在这边看到这张牌哦。是兔子飞起来了，然后有一个小树苗重新生长出来。其实这张牌呢，其实有一个安全、完成，还有生命的繁衍的能量哦。它也是在说，透过这一次的过程体验呢，你感觉到你升级了，或者是说你学习到了，然后你完成了生命中某个旧的阶段，那这个旧的阶段呢，即将要结束了哦，让新的体验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问题即将要被解决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如释重负，就是最困难的已经在你身后了哦，所以你即将可以去迎接新的生活。那这张符文呢 ，Inwas。被广泛认为是非常吉利的符文，表示说你生活中重大的事件和转捩点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然后你会感觉到，就是你是时候放手了，让情况自行发展。这也是我们刚才都有去透露的一些讯息哦，让你自己可以感觉到幸福、被保护。然后Igwas 呢，也是代表家庭和火炉的神，所以它代表安全和慈爱的家庭环境。你要相信你的家当中的每个人都是受到保护的。如果你有感觉到就是这方面的幸福感受到某种威胁或感到焦虑，你可以放下心哦，因为此时此刻你可以享有平静、繁荣，还有对生活的满足感。对，它是一个结束某个局面的一张牌。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哦。Let go of the need to control， 放弃控制的需要。Allow this situation to unfold naturally， 让这种情况自然展开。好，那我觉得这些讯息都是要给到第三副主牌，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你不用再去担心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一切事情真的好不容易哦，对，就是这些状况、这些情形啊，
真的很想知道最后结果会是如何，因为也等待很久。然后，但是宇宙在这边呢，是想要告诉第三副主牌的朋友呢，是时候放手了，迎接自己的生活。然后在这一段情感关系呢，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很好，都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告诉宇宙说，我已经学习到了。重新拿回自己的力量，你要明白，你在这件事情是没有做错的，你已经学习到，你也接受了。那每个人的业可能都不大一样，都会在某个时刻，然后让自己去体验到。对，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开放自己的心，用一种年轻的能量去迎接新的可能。对，然后像我们第一张牌就是我们的2只小猫嘛，其实你们也是很成熟的人，做完整件事情，你们都完成了某件事。对，那回归成小猫的状态，面对这些纠结，可以放手。想象只是一个玩乐的游戏，但是我们看到逗猫棒，当然是会觉得是它是一个玩具嘛。可是如果这个逗猫棒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困难，我们就不会用那种很新的眼光来去看它，说，这是好玩的游戏，可能会觉得很纠结啊，为什么它都缠绕在一起？我没有办法克服好很多事情吗？还是怎样？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能耐之类的。对，所以可是我们把思维拉出来去看到自己可能是一只小猫，然后去玩的这样的玩具，原来它是一个逗猫棒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最终这件事情也不过是我们可以不玩这个逗猫棒啊，但是我们依然是小猫，我们可以用很年轻的能量、新的能量去看待我们遭遇的事件。对，事情过去了，曾经有人伤害你，他也会得到他自己应有的回报。对，那不会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或者是与他在做连结的能量。我们要去跟未来更好的能量去对齐。好，那接下来下一章呢是什么？ Beware of what you are projecting, for the qualities you admire in one another are qualities you both possess。注意你投射的东西，因为你所钦佩的品质是可以让你们彼此拥有同样的品质。Equally so, the qualities you don't like are also your own reflection。同样你不喜欢的特质也是你自己的反应。好，这张牌呢，就是就很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哦，就是说，你想要这样子的想要这样子的未来的生活，其实是依靠你自己所想象出来的状态。有时候我们要去放手某些能量，因为我们在跟过往的时间轴或者是过往的能量去产生联系的时候，我们的能量会不自觉的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低频。那这里呢，宇宙是想要告诉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就是说你们所连接的能量是你们投射出来的品质。那你要反映什么样子的特质，包含可能你的对象，情感关系的对象，他是什么样的品质？你用什么样子的眼光去看待他，以及看待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镜子，一个镜面。对，所以像这张牌，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在跟外在做一些拉扯，可是其实在其中呢，是否能看到自己也是在投射的那样子的状态？你不喜欢的某些状态，是否反映了你自己本身的样貌呢？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易经有给到我们第三副牌组什么提点哦。好，给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抽到的是随卦第三爻，泽雷随哦。
好，这个爻卦的意思是说，倾心依附于刚直的大丈夫，摆脱了小人，追从他人，有求必有得，利于安居守正。其实也是在鼓励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就是说，你们或许在过去的一些过往当中，已经明白怎么判断什么样子的人是对你有帮助的，以及什么样子的人是小人。好，那接近成功的人将有助于你成功。那随从于比自己更强的人，不但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还可以给你很多帮助，有助于你的成功。那离开那些小人，或者是年纪轻轻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你的就是远离啊，或者是不重用他们，你的选择会给你带来收获。其实这也是在鼓励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是说你的经验已经让你明白很多事情了。那刚才的雷诺曼牌卡呢，其实也是象征着说，你周围有很多贵人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帮助哦。那其实在这段事情上面，你已经明白，什么对你是最为重要的了，对。然后，或者是说，你知道你的情感是否能给你一些安全感的原则，就是你们是否能约定好彼此希望彼此的界限，你树立好那个界限，让你们可以真的以后在一起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的担忧，或者是任何的不自在。在这一切的原则呢，一切还是遵循着你内心的自然。这不是掌控哦，不是说我非得要怎么样，我希望回到过去的某些状态，并不是这样子哦，而是说我明白我过去，我接受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我明白这些发生是为了要成就我，这些发生是为了要让我体验到什么是我想要的未来。把这样子的念头转念之后，你即将会获得到更多收获，更多未来的丰盛，因为你已经解除掉某些障碍了，让新的能量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好，那今天这就是我为第三副牌组的解牌。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帮我分享、订阅、留言、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